这是英国历史上最耻辱的一仗。2.6万日军骑着自行车，仅仅用了2个月，便把8.5万英军打退了上千公里。当时一个被俘的英国军官说，我们以为在马来亚能坚守很久，因为日军用了4年的时间都打不赢中国军队，所以不难对付。那日军究竟厉害在哪里？百年帝国为何被曾经的徒弟打得满地找牙？本期我们用 3D 动画为你详细拆解这场经典的马来亚战役。新加坡又名狮城，一直是航船出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咽喉要地。与其相邻的马来亚富含锡矿、橡胶，总产量占到了全球的1半以上。经过英国100多年的经营，这里成为了东南亚最具经济和战略价值的殖民地。1941年末，遭到贸易封锁的日本为了维持战争机器的运转，一手砸向太平洋的珍珠港，一手抓向了马来半岛这个聚宝盆。负责进攻的山下奉文手握4个师团，让大本营意外的是，他竟然主动退回了1个师团。一个前线指挥官嫌兵多，这在日军的历史上还是头一回。山下敢如此托大，是因为留下的3个师团全都属于日本陆军精锐中的精锐，其中有着钢军之称的第5师团曾在侵华战场横行一时，从淞沪会战、台儿庄战役到昆仑关战役中都有过他们作恶肆虐的身影。为了配合作战，大本营专门组建了一支南潜舰队。自明治维新以来，日本海军便以英为师，甚至连海兵学校里的红砖都是一块块从英国买来的。可南潜舰队最大的战舰是5艘1吨左右的重巡洋舰，如果和英国的 Z 舰队打起来，恐怕不到3个回合就会被送去喂鱼了。令人匪夷所思的是，大本营还要求海陆空必须同时开战，这意味着海军和空军一旦失败，无法夺取制空权和制海权，那么登陆部队必然会遭到英军海空力量的毁灭性打击。大本营悲观地估计，此次登陆成功的可能性只有 50%， 有人甚至提出让登陆部队带上粮食种子，以便在被围困时开荒种地，自力更生。日本之所以敢在太平洋和东南亚同时发动豪赌，在于他们早就看穿了那个称雄世界400年之久的日不落帝国已是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，根本无暇顾及东南亚的殖民地。一战后，英国其实已经看出了日本的狼子野心，于是耗资6000万英镑在新加坡打造了一个大型海军基地。这里的5门380毫米巨炮足以撕碎任何来犯的战舰，可这些巨炮全都面朝大海。设计者认为，北面的马来亚有一片上千公里的茂密丛林作为天然屏障，所以敌人只会从海上来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丘吉尔说过，新加坡不能对陆防御，就像一艘下水的战舰没有舰底。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，这座海军基地油罐大炮样样都有，唯独没有舰队。英国人的理由很简单，用飞机守新加坡比用战舰更省钱。为了防范敌人从背后进攻，他们在马来亚修建大量机场。可基于一贯的老牌帝国优越感，他们认为日本空军的实力连意大利都不如，所以只配备了158架飞机，其中还多是淘汰的布鲁斯特水牛战斗机、布林海姆轰炸机。其实与日本的零式战斗机相比，这些飞机在航程、速度、机动性上至少落后 20% 以上。说白了，就是英军修了一堆没有飞机的机场，来掩护那个没有舰队的海军基地。英国勉强说得过去的只有陆军，但也仅仅是数字上好看。部署在马来亚的兵力共计85000人，但有5万多人都属于印度军和马来军。由于营级以上军官全由英国人担任，印度士兵对他们普遍缺乏信任，往往日军炮火一响，转身就跑。在他们的内心里，始终绕不开一个哲学问题：我是谁？我在为谁而战？战前也有人提出派遣一支英军越境进入泰国，抢先占领登陆点，但又觉得此举违反国际法，有损大不列颠这个老牌帝国的绅士风度。总而言之，就是又当又立。
海陆空三样里，英国人真正拿得出手的只有海军。1941年10月，两艘庞然大物在4艘驱逐舰的护卫下驶向新加坡，它们就是当时最先进的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、反击号战列巡洋舰。威尔士亲王号排水量4万多吨，配有10门360毫米的巨炮，反击号的6门主炮口径更粗，达到了惊人的381毫米。12月2号，这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 Z 舰队到达了新加坡的海军基地，一场大战迫在眉睫。当英国人还在新加坡守株待兔时，日军却从北面的后院抄了过来。12月8日凌晨，在舰队的掩护下，日军的主力部队在泰国的宋卡、北大年成功登陆，18师团则向马来亚的哥打巴鲁进发。防守这里的英军共有6000人，修筑了炮兵阵地、机枪碉堡，形成了远近交叉火力网。说来也巧，日军的第一批登陆艇还没靠岸，便被飓风吹到了英军主阵地前，70多挺机枪瞬间开火，炮弹如雨点般砸下来，打死淹死的日军不计其数。天微微亮起时，大批日军在战舰的炮火掩护下，嚎叫着发起了万岁冲锋。个别工兵冒着弹雨扑上去，用身体堵住了碉堡的射击孔。被打成筛子的瞬间，一旁的日军已把手榴弹塞进了碉堡里。经过4个小时的激战，日军终于拿下了海滩阵地，彻底切开了这个殖民帝国的大动脉。就在海滩激战的同时，日军战机倾巢而出，直扑马来亚的英军机场。数量和性能都占有优势的日军战机，短短2天便击落了50多架敌机。英军眼见不妙，立刻将所有飞机撤往新加坡，此举等于拱手让出了马来亚北部的制空权。日军登陆的消息传来后，英国 Z 舰队迅速北上。当舰队指挥官菲利普斯要求空军提供掩护时，得到的答复是1架水上飞机。对，我没写错，就是1架。可菲利普斯和大多数英国人一样，压根看不起日本飞机，认为他们的鱼雷机航程太短，根本威胁不到自己。12月10日凌晨， Z 舰队接近宋卡，准备发起夜袭，但被3架日军侦察机先后发现。菲利普斯深知夜里还能藏一藏，天一亮就是日机的活靶子，于是立刻下令返航新加坡。途中，一封来源不明的电报称，日军已在关丹登陆。菲利普斯便想着顺路过去打个野，不想开到关丹后连个鬼影都没有。原来是一头吃叶草的水牛踩响了地雷，让惊慌的守军误以为是日军登陆。正是这封虚假电报彻底将 Z 舰队置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。当 Z 舰队在关丹逗留之时，潜伏4周的日本潜艇已把位置报告给了指挥部。面对这2艘巨舰，日军上下心里都没底，唯独山本56成竹在胸。他认为战列舰主宰海洋的时代已经过去，飞机才是未来。为此，他早在越南西贡藏了一支航空队。12月10日上午11点，85架日军鱼雷机朝着 Z 舰队猛扑过来。2分钟内，威尔士亲王号被3条鱼雷击中，动力系统逐渐瘫痪，失去控制。反击号拼命躲避，但一波又一波的日机像蝗虫一样扑上来。到下午2点多，反击号已身中14条鱼雷，最终沉入海底。回过手来，所有日机一窝蜂扑向了奄奄一息的威尔士亲王号。下午2点50分，这艘号称永不沉没的战舰舰首高高翘起，渐渐消失在了海面上。菲利普斯和840名官兵一起沉入了大海。他到死都无法相信，几万吨的钢铁巨兽竟然对付不了一群嗡嗡作响的苍蝇。这是海战史上第一次高速航行的战列舰被飞机击沉，这意味着战列舰主宰海洋的时代彻底结束，取而代之的是以航母为核心的空中打击。谁能想到这最后一刻是徒弟教师傅？随着制空权和制海权的接连丧失，新加坡陷落的命运已经注定。负责陆地防御的英军司令帕西瓦尔是个典型的老好人，缺乏决断和威慑力。他手握8万5千人，
兵力是日军3倍之多，但他却像撒胡椒面似的，把部队分散在整个马来亚，最多的一处也就5000人，这就犯了处处设防、处处失守的兵家大忌。12月11日，日军主力部队直扑英军的重点防线日德拉，帕西瓦尔在这里部署了8个营的重兵，认为至少能守3个月。可当日军冒着暴雨冲来时，第一次见到坦克的印度士兵惊恐不已，有的跪地求饶，有的撒腿就跑。不到半天的时间，日德拉防线便全线崩溃，而英军遗弃的反坦克炮、装甲车、重机枪、饼干、罐头等物资足可供应日军1个多月。日军士兵抱着英军罐头边吃边追，无不感谢丘吉尔送的补给品。后来一个被俘的英军说，我们本以为能守3个月，因为日军用了4年的时间，连装备低劣的中国军队都打不过，所以不难对付。接下来2路日军势如破竹，迅速夺取了马来亚北部的所有机场。仓皇逃窜的英军竟然没有销毁跑道，上千桶航空汽油遗弃在橡胶林中，全都便宜了即将进驻的日军战机。此时2路日军共计2.6万人，要穿过这片数百公里的丛林并非易事，其间河流纵横，大小桥梁不下250座。如果英军边撤边炸桥，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就会被拖死在丛林里。而且英军有8万之众，如果打步步为营的常规阵地战，还没到新加坡，日军就先被耗死了。山下认为，唯一破局的方法只有2个字：速度，就是让士兵以最快速度向前挺进，受到侧射和背射都不许停车应战，将残敌交给后续部队去收拾。为此，他给每个师团配备了6000辆自行车，当桥被炸毁，汽车过不去时，日军士兵扛着自行车趟水过河。后来人们把它叫做自行车闪电战。与之相比，配备了大量汽车的英军，一旦桥梁失守，就只能遗弃汽车徒步撤退，而且丧失制空权后，他们无论或战或逃，都会遭到日机肆无忌惮的攻击。雪上加霜的是，英军仍穿着上个世纪设计的短裤军装，只适合在沙漠作战，但到了丛林，暴露的双腿很容易受到蚊虫叮咬，被树枝划伤，再加上钢盔、毛毯、水壶、粮食，整个人挂得跟圣诞树一样，别说打仗，就连走路都费劲。而日军根据侵华战争总结的经验，设计了轻便的棉衣、软底鞋、绑腿，既能防止泥浆渗入靴子，也能为小腿提供额外的支撑。每个日本步兵只带1支步枪、1袋大米，有时肩上扛个迫击炮，在丛林里可谓来去自如。就这样，在55天里，一群骑着自行车、没有大炮的小日本，将装备精良的英国大军打退了1000多公里，进展之猛，实属罕见。1942年1月26日，帕西瓦尔命所有英军撤往新加坡，并下令炸毁了马来亚连接新加坡的唯一一条堤道。但窄窄的水道又怎能挡住志在必得的日本人？新加坡是英国最重要的军事基地之一，配备了700多门火炮，是日军的2倍之多。撤退的英军加上增援部队，共计有7万兵力，只要背水一战，胜算并不低。而日军随着后续部队的到达，集结了5万大军，但经过上千公里的奔袭作战，已是积疲不堪，成了强弩之末。现在双方要拼的其实就是最后一口气。摆在山下面前的是2个选择：东边地势平坦，易于登陆，但英军防守严密；西边虽防守薄弱，但全是树林沼泽，地形险恶，一旦夜间登陆时遭到炮击，躲都躲不掉，只能任由敌人宰割。但山下偏偏选了西边，因为险峻，敌人反而想不到，才能出其不意。有胆也要有志。2月6日夜晚，山下命1个师团在东岸大张旗鼓地开枪发炮，摆出一副要登陆的架势。正当帕西瓦尔往东边增派部队时，日军的主力部队乘着登陆艇横渡过柔佛海峡，悄无声息地冲向了对岸。防守红树林的3500名英军猝不及防，虽然拼死抵抗，
可哪里挡得住日本源源不断的大军？从西边撕开口子后，日军主力一鼓作气向新加坡长驱直入。英军别说防线了，就连军队都快失去控制了。大量的士兵开始集体逃亡，老百姓也纷纷乘船逃离，到处是恐惧、混乱和茫然。而山下同样忐忑不安，他即将弹尽粮绝。如果英军坚守市区，血战到底，很可能反败为胜。此时，丘吉尔从伦敦发来电报，命令帕西瓦尔不惜一切代价战至最后的一兵一卒。但日军直接切断了从对岸输送来的淡水供应管道，彻底掐灭了帕西瓦尔最后一丝坚守的希望。2月15日，帕西瓦尔扛着白旗走向了日军司令部。这场进行了1个多小时的投降谈判，以英国人的彻底屈服而结束。大英帝国苦心经营数十年，花费巨资打造的东方直布罗陀就这样落入了日本之手。在这场战役中，日军死亡3507人，伤6150人，英军死伤不超8000人，还略低于日军。但先后有13万人成为俘虏，不少援兵才刚刚到岸，就被送往了集中营。其中有5万名战俘被送去修建泰缅铁路，死于饥饿、疾病和被日军虐杀的超过 1.6 万人。丘吉尔后来在回忆录上沮丧地写道：大英帝国历史上最沉痛的浩劫，规模最大的投降就是新加坡。